欢迎来到江风世界，朋友们好。4月25日到5月1日，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到中国，整整7天。按常理，一国总统来朝，直奔北京正殿，和中共最高领导人握手、合影、订盘子，这是铁打的外交规矩。可这一次规矩碎了，他去了湖南，下了海南，整整7天的行程，这位国宾硬生生把大国首都绕得干干净净。在中共的黑箱政治里，只要外宾踏进紫禁城，就等于向全世界宣告这件事由习近平出面，全权负责收场。扎尔达里一旦进了北京，这趟访问背后的那张绝密底牌就会被自动塞进习近平的手里，而这恰恰是高墙里真正控盘的人死都绝不允许发生的事。因为这趟访问根本不只是来协调什么中东局势、伊朗或者霍尔木兹海峡这么简单。巴基斯坦军方替中南海死死守着中巴走廊的入口，那里头藏着的是绝对不能摆到阳光底下的东西。至于那到底是什么，我们在江风奥妙频道里扒过，今天咱们不展开，只看这背后的政治大地震。在宫里，这种级别的绝密，谁有资格听，谁有资格接下？这句口信本身就是一场最血腥的权力测试。现在测试结果已经明牌了，习近平被剥夺了旁听的资格。你以为湖南是旅游路线吗？错，那是最高级别的政治密集隔离带。他见的是反对势力的沈晓明，未来还可能是公安部长。反对派在告诉所有外国势力，尤其是那些与中共有着复杂情报和安全合作的国家，别再往北京跑了。以后关于安全、情报、反恐的事务，这个人沈晓明才是你们的直接联系人。这等于是在习近平还挂着名的时候，就公开把他的外交安全授权给废了。说白了，今天的口信可以递进来，但绝不能漏进习近平的耳朵里。天大的事情可以私下谈，但绝不能让那位还挂着核心牌坊的旧主人来签字画押。这才是扎尔达里这趟访华最让人后背发凉的地方。如果说南门防的是地下黑箱的密信递进他的耳朵，那么北门防的就是别人继续拿旧的承诺来要价。4月27日，白俄罗斯总统办公室主任进京，这等于是普京的监军来了。按理说这活归外交部的王毅管，对不对？结果出面接见他的竟然是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个替中共管党内清洗，手里天天攥着铡刀砍人的活阎王，跑去主导外国特使的会见。这是新主事的人拿着新规矩当面去废掉前任的旧合同。白俄罗斯的背后是普京，普京的手里死死攥着习近平给出去的合作无上限的血本旧账。而老习这个急于翻盘的人，为了给自己续命，随时可能拿国库去向俄罗斯乱交易。现在高墙里真正控盘的人不干了，派主管清洗的李希去，等于直接把一把带血的刀拍在桌上，给莫斯科透底。这宅子换掌柜了，当年给你们签空头支票的，现在拍不了板了，以前给你们的承诺通通不作数，旧账咱们得重新算。外面看这是热闹的外交行程，宫里看这是一场悄无声息的夺门之变。那个曾经高高坐在主桌上听取天下密报的人，如今连一张旁听的椅子都被人冷冷地撤掉了。在中共这套内廷规矩里，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要完了，从来不是先看他有没有被中纪委带走，真正的前兆是开会的时候那把正中央的椅子还让不让他坐，地方大事出来的时候镜头还让不让他站在前面。2026年4月下旬，各省1季度经济数据陆续交账，这个时间点很要命。地方官场一年怎么开局，企业信心怎么稳，财政窟窿怎么补，上面对你这个地方还认不认账，全都要在1季度经济交账里露出来。按过去的规矩，经济账一出来，省委书记、省长都要站到前台代表这个地方。可今年4月，这张桌子开始变味儿了，有的人还在主位上，有的人名字还在墙上，椅子已经被悄悄撤到后面。
我们把目光投向湖北，去看看高墙里最让人胆寒的软刀子杀人。湖北召开1季度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分析会议，在中共的官场生态里，这就是最见血的诸侯交账大会。省委书记是绝对的一把手，1季度的大饼烙出来了，书记必须大马金刀地坐在正中央揽功。1季度的账本全是窟窿，书记也得坐在主位上，拿着鞭子抽人。为什么？因为坐在这张桌子的正中央，就是在向全省上下宣告，这几千万人的饭碗，这个省的钱袋子是我在管。可是这次真正在会场上被推到台前接过这本经济大账的人是省长李殿勋。这是京城里新掌局的老头子们下了一道无声的圣旨：王忠林，你以后不许再碰湖北的账本了，上面不撤你的职，你的名字依然高高挂在省委通稿的第1行。可是一旦到了真正分蛋糕动刀子的核心牌桌，经济交账、重大项目分发、核心人事安排，上面就会伸出一只冰冷的手，无声无息地把你那把主位上的椅子直接撤走。这就是王忠林现在的处境。这事儿在地方官场可是要命的地震，底下那些市委书记、县长都是属狗的，鼻子比谁都灵。在地方上，谁能代表经济口说话，谁手里就有分大项目、批大笔资金、压死下面干部的生杀大权。现在上面当着全省官员的面，把这把经济大权的方向盘硬生生从王忠林手里抢过来，塞到了省长李殿勋的手里。底下的人一看画面全懂了，湖北的风向彻底变了。如果你觉得王忠林被撤下主桌是因为湖北的经济账本太难看，上面嫌他丢人，那你就彻底没看懂这盘权力的棋。我们来看看隔壁的湖南。湖南1季度的经济数据是什么鬼样子？ GDP 增速全国垫底，烂摊子一个，数据难看到连统计局都不好意思往下编。按照正常的逻辑，这账本烂成这样，省委书记是不是更得夹着尾巴躲起来，把省长推出去顶雷挨骂？但是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躲了吗？让位了吗？绝对没有。4月底，沈晓明不仅稳稳当当地端坐在主位上，他还代表地方极其高调地接待了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1季度的经济大盘会议，他照样坐在正中间，一锤定音。账本烂成渣，他依然是这片地界上说一不二的王。这就是高墙里最残忍的对照组。能不能坐在那把主椅上，跟你交出的经济成绩单连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拼的根本不是 GDP， 拼的是你主子的兴衰。沈晓明靠着早年在上海给老一辈的子孙看病发迹，他是现在接盘控局的反对势力最信得过的铁杆。所以湖南的经济再怎么一塌糊涂，上面依然认他沈晓明是湖南的主，依然把最重要的国家外宾交给他去接头。这就像2个家奴，反对势力的人哪怕把锅砸了，主子照样让他拿着库房的钥匙，而那个旧主子手底下的马仔，哪怕把地种出金子来，新掌柜也要夺走他的饭碗。现在谁得势谁失势，还需要去听什么内部爆料吗？都不用了。高墙里的达官显贵们拼的是背后的主子，而咱们普通老百姓拼的是健康，是你能熬得过这漫长的寒冬。所以保护好咱们自己的底牌。今天依然要给大家推荐咱们的老朋友普瑞堂。普瑞堂的明星产品玄宝黑参一直是大家最欢迎、复购率最高的滋补极品。现在给咱们频道的观众推出了非常实在的福利，每一单只要买满500美元，就直接赠送您一整根高品质的玄宝黑参。大家别小看这一根黑参，切片泡水或者含服，足够您足足吃上1个星期，让您实实在在地体会到它的补益功效。而且这个赠送是上不封顶的，买满1000美元送2根，买得多送得多。大家在结账时记得输入咱们频道的专属优惠码 GF， 不仅享受优惠，而且全球包邮，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购买链接就放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信任和支持。好，我们把目光从咱们个人的健康金库重新拉回到中南海那个正在被当众洗劫的109万亿大钱柜。
4月27日到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4天连轴转，一口气把8部改朝换代的法律连夜端上案台。这分明是新掌局的势力拿着铁尺在当众重写高墙里的帮规。他们把老百姓的救命款、关押政敌的牢门、随时宣布进入战时的兵符全部摆上桌。最狠也最带血的一刀，直接劈向了那部尘封了将近17年的企业国有资产法。这一刀劈开的是习家军死死护了10年的最后一口金库。109万亿的实业国企，30万亿的金融国资，听着吓人，但技术官僚们心里门清，这库房里的钱早就被掏空了。国企的大楼不能拆了发工资，城投平台下面压的全是还不上的烂债。过去几个月，国务院已经被逼着把家底一笔一笔的交出来查，查完了，底牌摸透了，这才在4月27日冷笑着把这部法律端上桌。说白了，就是拿着刀再问几句最要命的话。这笔钱过去10年是谁在管？想花钱是谁在私自点头？现在亏成了这个烂摊子，该要谁的脑袋来填？这一问直接就掐住了何立峰、习近平的经济总管的咽喉。过去10年，习家军是怎么把这口金库当私人提款机用的？一个地方要搞大基建，没钱怎么办？何立峰大笔一挥，扣上一顶国家重大战略的帽子。有了这顶政治护身符，地方敢拼命举债，央企敢进场洗钱。这次大修国资法就是要彻底砸烂何立峰手里的这根指挥棒。是谁给烂尾项目戴的政治帽子？是谁逼着央企去接盘？是谁在项目崩盘前把好处分完的？何立峰现在可能还坐在主席台上，但他下面那帮跟着他吃肉的习家军现在已经全吓破了胆，因为门规改了，国资这条提款专线被技术官僚们用法律的铁门死死焊上了。以后这帮人再去要钱要项目给主子续命的时候，上面只会冷冷地扔回一句话：要钱没有，先把过去的旧账一笔一笔说清楚。钱袋子一扎口，粮道一断，下面的人最先慌。你看这几天中纪委的通报，刀法有多毒辣。4月27日同一天，4个省份4个不同系统的官员被双开或调查，看似毫无关联，但你把他们的职务和所在省份连起来看，就会发现一张精心编织的绞杀大网。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倪谦落马，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党组成员翟家常落马，江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郁志勇落马，湖北广播电视台原台长郭忠落马。这4个人分别掌管着4个地方的宣传、城管、统战和广电，这些都是地方诸侯手上最直接的小金库和小打手。广东的倪谦背后是黄坤明的宣传系统，天津的翟家常京津冀刚刚开完抱团取暖座谈会，后脚天津的钉子就被拔了，这是直接打陈明尔的脸。江西的郁志勇统战部是干嘛的？是地方诸侯往海外伸手搞人脉铺关系的白手套。湖北的郭忠，他的落马更是与王忠林无缝衔接，不但不让你王忠林管钱，连你替自己辩解喊冤的话筒也一并给你没收了。一天之内4个省份4条不同的钱、人、声的输送管道被同时切断。这就是在告诉所有还在观望的习家军，中央的钱柜你们别想了，你们就是想在地方自己干点什么，都不会让你们得逞。还有更狠的，费东斌，国家铁路局的一把手，20届中央候补委员。按过去的规矩，这种级别的人物是天子门生，是习家军安插在国家经济命脉上的核心棋子。现在被拎到哪儿过堂了？是长春。这个地点就是这出戏里最恶毒的包袱。吉林省是反对派最铁的根据地，现任省委书记黄强是胡春华的铁杆。现在把一个天子门生习派的中央大员从北京的殿堂里揪出来，长途押解到1000公里外的对手的地盘上，交到对手的家丁手里去审判。这等于是在公开宣布
老习，你连自己人的案子都罩不住了，反对派想在哪里审就在哪里审，他们就是要用这种司法长臂来证明最高层的权力半径已经缩短到连中南海的红墙都出不去。反过来，吉林的法院敢接这个案子，就意味着司法系统已经开始改换门庭了。你们那些还在观望的摇摆的中央委员们，费东斌就是你们的下场。你们是想继续跟着旧主子陪葬，还是赶紧找新主子投诚自己选？大厦将倾的连环好戏这才刚刚开场，接下来谁会被清算，谁会抢着跳船当污点证人，咱们走着瞧。如果你觉得今天这出夺门之辩听得过瘾，觉得这把解剖刀下得够狠，请您千万别吝啬，在视频下方点个大大的赞，帮我们把真相顶上去，撕开这层信息封锁的铁幕。还没订阅的朋友，请立刻点击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红墙里头虽然换了锁，但咱们江峰世界这扇透视真相的窗户永远为您敞开。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接着看大戏。